大家好，我是 Zina。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黄瓜的种植。黄瓜真的是一种低投入高产量的蔬菜，特别适合新手和平时比较忙的朋友种植。说实话，喜爸的黄瓜呢，我们平时没怎么打理，从种下到现在几个月了都没有仔细的修剪，但是长得特别好，一直源源不断的结果，我们吃不过来，是最近送邻居最多的蔬菜之一。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给大家。个人觉得只要做好这几点，基本可以做到平时不太打理，坐等大丰收。关于黄瓜的品种和类型呢，在之前的视频已经提到过了，就不多做介绍，大家可以查阅之前的这期视频，新手如何入门及4款蔬菜推荐。好了，那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正题。首先，种黄瓜一定要选对正确的时间播种。无论是种任何的蔬菜，一定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不能自己想什么时候种下就什么时候种下。之前在现代化高颜值菜园科普篇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如何查找当地最佳种植时段的方法。现在再提一句，特别是黄瓜这种对温度湿度要求较高的蔬菜，选错了时间播种，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徒劳无果。打个比方，即使在德州这样相对温暖的地区，种早了，天气太冷也容易造成低温冻害不能结果，或者植株不能存活，更不用说比我们更冷的北方了。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区域3月中到4月中，7月中到8月中都是种黄瓜最好的季节。现在已经进入7月了，如果和我们在一个区域，大家不妨计划一下种黄瓜。今年呢，我们还是打算直接买黄瓜苗回来种，到时候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种苗过程。当然，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图省事儿，直接买苗，那么时间可以往后延一延。无论是直接买苗还是播种，心动的朋友都可以查找我之前的视频，查询到最佳种植时间，可别错过最佳种植时段，不然就要等上半年哦。第二呢，种植黄瓜最重要的就是水，一根黄瓜的含水量高达 95% 左右，是属于蔬菜中含水量数一数二的，所以黄瓜在它们整个的生命周期内需要大量的水分。在种植黄瓜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给够水。之前的视频里呢，我们也已经提到过，喜爸的菜园呢全采用 raised bed 和 wicking bed 的方法种植，而黄瓜呢，喜爸主要是种在这个 raised bed 里的，所以呢，我们平时不需要去浇水，喜爸安装的滴灌系统来调节水流。这个的好处是它能保持植物的干燥，从而抑制真菌疾病的危险，又能及时保证土壤当中的水分不过干，这样可以避免黄瓜发苦。同时提醒各位也注意保持浇水的平均，不忽多不忽少，黄瓜才不至于长成胖头瓜、葫芦瓜，可以让黄瓜的品质更好。第三是关于施肥，黄瓜的种植过程呢，对肥料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当然有很多人说黄瓜要每半个月施肥一次，但是偷偷告诉大家，我们3月份种下到现在7月份已经快4个月，我们并没有去施肥，但却一直大丰收，那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喜爸的懒人施肥法吧。首先您要了解这个原理，确实肥对于黄瓜特别的重要，但是比起追肥和施肥，我们的经验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给黄瓜提供一个肥沃的土壤环境，让黄瓜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源源不断的营养去供给它的生长，这是更重要的，也特别适合像我们一样的现代人，省时省力，不太需要去操心太多。为了整个种植过程的 easy and fun，
那么我们在种植之前呢，就需要做好这项工作，构建一个肥沃的土壤环境。喜爸在 Raised Bed 备土的一开始就按照1/3的比例掺入了熟化好的 compost 堆肥，并在黄瓜开始结果时呢，再补充了大概2英寸的一层堆肥。compost 呢，之前在种番茄9个超实用 tips 的视频呢已经分享过了，在黄瓜的种植中呢同样适用。根据个人情况不同，采用超市现有的化学肥料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本着尽量健康的做法，还是决定采用 organic 的堆肥。化学肥料的特性呢是见效快，但缺点是肥效单一，长叶子、开花、结果都需要施不同的肥料，且有效时间短。而用 compost 呢，则是模仿自然界的供肥方式，让 compost 里的各种营养素在属腐的过程中逐渐释放到土壤里。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什么肥料，就可以在土壤中直接取用，不用担心施肥过多、过少、时间等等问题，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方式，形成一种逐渐给黄瓜根系营养的环境，是培根壮蔓的基础。家庭好用的 compost 呢，可以购买商店里现成的种类，也可以采用不同的器材自己利用厨余垃圾堆肥。比如这个 Raised Bed Kit 叫做 Keyhole Bed，Bed 的正中呢就有一个可以用来堆肥的空间，堆肥产生的肥素呢可以通过这个区域均匀地分布到周围的种植区里，给植物提供较好的营养，是家庭可以开始尝试简单、干净、现代的堆肥最简单的方案。但堆肥也相对有一些技巧，以后有机会做单独的视频给大家讲解。第4呢是关于土壤。黄瓜的生长对土壤环境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对土壤的适应能力也很强，无论是酸性土壤还是碱性土壤都能够生长。pH 值呢在 5.5 到 7.5 之间呢就更好了。不过我们家庭种植真的没有那么苛刻，买回来的土商家都已经调配好了，一般都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另一个我们的经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尽量选择松软的土壤，而且在整个种植过程中一定要保持黄瓜土壤的松软。如果不是用 Raised Bed 的方法种植呢，也尽量做到避免在黄瓜地上踩来踩去，您一踩土壤也许就变得更紧呢，而黄瓜根系呢本来就很浅，太紧的土容易阻碍黄瓜根系的发展。第5呢是关于温度。温度对黄瓜的种植来说呢特别的重要，不光是空气温度，还有土壤的温度。但是作为我们家庭种植呢，不需要那么专业。如果做好第1条的选好正确时段播种，我个人觉得不太用去操心温度的问题，只要记住黄瓜喜温暖不耐寒，温度不能低于5摄氏度。第6呢是关于支撑物。黄瓜植株比较软，依靠自身直立生长很困难，所以和番茄一样，需要借助支撑物方能茁壮成长。可以给黄瓜搭个架子，搭架子的方法非常多，也没有太大的难度，只要考虑2个问题。第1呢是牢固，至少扛得住您所在地区的风和雨。第2呢是高度，要方便打理和摘瓜。这里呢给大家看一看喜爸自制的架子，它是用木头和棉线做的，我给的评价是既美观又实用。另外，在休斯顿5家不可错过的花圃视频里，我介绍过 Antique Rose Emporium， 他们的蔬菜种得非常的专业，特别是这个黄瓜架子。木棍加结实的棉线，做出了可爱的小帐篷风格。大家也可以借鉴，然后再自己发挥一下。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有时间呢，可以每2-3天去检查一下是否有新的藤蔓长出来。我们家的黄瓜呢长势太好，2周不管呢就长出很多新的藤蔓。长出了新的藤蔓呢，应该要及时的把它缠上架子。勤快点呢，可以每2-3天去缠蔓1次。如果忙了，就学我们在生长初期把它缠好，后期不管，藤蔓会自己沿着架子生长，即使有一小节藤蔓没有缠上，对整个植株的生长影响并不大。
另外呢，黄瓜整蔓要选择晴天进行，因为黄瓜在整蔓时呢，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茎蔓的损伤。如果在阴雨天进行呢，伤口干燥不及时，容易感染病害，得不偿失。第7呢是关于授粉和施粉。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种植的黄瓜不授粉也是能正常结瓜的。这是因为黄瓜属于单性结实的蔬菜，但如果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呢，能提高结实率和促进果实的发育。喜爸在初期呢也做了施粉的工作，但是后来没有时间就放弃了这一步。那么如果你想要施粉呢，首先要了解黄瓜是雌雄同株，但是是雌雄异花，即雌花和雄花呢在同一植株上，但是是2朵花。那么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雌花和雄花，方法很简单，花托下面带个很小的瓜，说明已经在孕育果实了，这当然就是雌花了。相反，下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小瓜，没有任何的凸起，那就是雄花。施粉常用的方法有：蘸取开放的雄花，剪去花瓣，然后在雌花的柱头上旋转轻柔的涂抹，也可以用毛笔蘸取雄花中的花粉，涂在雌花的柱头上。最后呢是关于修剪和日常的打理，这里要偷偷告诉大家，几个月来呢，我们除了去摘黄瓜，从来没有去认真修剪过叶子。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只要做好前面几条呢，叶子的修剪可能是最不需要您去烦恼的。好吧，为了拍这期视频，我还是好好修剪一下我们的叶子吧。我的修剪方法很简单，首先是毫不留情的剪掉坏掉的叶子、黄掉的叶子，因为它们会消耗掉植株的营养。正常情况下呢，每株保持16片以上的叶子就好了，不要摘除太多的叶子，尤其是夏天较热的地区呢，太阳直射可能会造成黄瓜表面受伤。其次呢是去除卷须，卷须容易和果实争夺养分，龙头部位的卷须呢更是如此，故意及早的掐掉。同时还可以防止卷须缠绕在吊绳上，将黄瓜植株固定，给以后的落蔓造成影响。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条有用的信息，之前的视频也有提到，美国各个地区呢都有 Agriculture Extension Office， 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他们的网站。我们就在我们当地的网站查找到了专业且适合我们自身区域的种黄瓜信息和知识。提一个好不好？提这个比较轻好吗？妈妈提这个重好不好？走，没关系，提一个。好了，这一期的黄瓜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够帮您在种植的过程里清楚种植的规律，做到省时省力，享受种植的乐趣，做到 easy and fun， 希望对您有帮助，期待您的黄瓜大丰收。谢谢您的观看，我是 Zina， 咱们下次再见，拜拜。